你敢信吗？地球正在悄悄地减速，而我们的一天可能真的会变得越来越长。朋友们，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24小时，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们真的能拥有25小时，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宇宙送给我们的礼物？但如果这多出来的1小时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甚至是一个时间窃贼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让人细思极恐的话题。你没听错，地球的自转速度正在发生变化。这可不是什么科幻小说里的情节，而是科学家们通过最精密的仪器观测到的真实数据。想象一下，我们脚下这颗巨大的星球，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陀螺，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停地旋转。我们的一天就是它自转1周的时间。可最近这个陀螺似乎有点疲惫了，它的转速正在一点点地放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宇宙奥秘？那么是谁在给地球踩刹车呢？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它就是我们夜空中最亮的邻居——月亮。是不是觉得很神奇？月亮这个看起来温柔又浪漫的家伙，竟然是地球自转的幕后黑手。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得从一个叫做潮汐摩擦的物理现象说起。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不仅引发了我们海洋的潮涨潮落，它还在悄无声息地拉扯着地球。当地球自转的时候，海洋的潮汐隆起会稍微超前于月球的引力方向。月球的引力就像一个刹车片，不断地对这个隆起施加反向的力，从而减缓地球的自转。这个过程就像你用手去摩擦一个旋转的陀螺，虽然每次摩擦力很小，但日积月累，陀螺的转速就会越来越慢。这是一种持续了数十亿年的宇宙级拉锯战，月球凭借着它那无形的力量，一点点地偷走地球的自转能量。别小看这微不足道的摩擦，它可是持续了几十亿年。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古老的珊瑚化石，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珊瑚的生长纹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录着地球的日历。通过分析这些化石，我们发现，在遥远的过去，地球的一天可比现在短多了。比如说，在大约7亿年前，地球上的一天只有大约20个小时。再往前推到14亿年前，一天甚至只有短短的18个小时。想想看，如果恐龙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一天只有23小时左右，比我们现在还少1个小时。那时的地球自转速度飞快，日夜交替更加频繁，可能连恐龙都得抱怨时间不够用呢。而现在我们的一天是24小时，这中间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月亮这位时间窃贼一点点偷走的。他把地球的自转能量悄悄地转移到了自己的轨道上，导致月球每年以大约 3.8 厘米的速度缓慢地远离地球。没错，月亮正在离我们远去，而它带走的是地球的时间。这就像一场漫长的宇宙拔河比赛，月球正在一点点地赢得胜利，而地球的自转则在缓慢地败下阵来。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地球在减速，月亮在远离，我们的一天正在变长，这听起来就像是宇宙在给我们上演一出慢动作的大戏。但别急，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因为最近的科学发现又给这个减速的故事增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反转。就在大家普遍认为地球自转一直在减速的时候，科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过去的几年里，地球的自转速度竟然在某些时候加速了。你没听错，是加速。这就像一辆正在缓慢刹车的汽车突然踩了一脚油门，是不是很诡异？难道月亮突然良心发现，不偷时间了，反而还还给我们一点？当然不是，这背后隐藏着更复杂、更令人担忧的秘密。2022年6月29日，这一天被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短的一天。地球在这一天完成自转，比标准的24小时足足快了 1.59 毫秒。虽然只是短短的毫秒，但对于我们这个巨大的星球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显著的变化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地球会突然加速呢？科学家们发现，除了月球的潮汐摩擦这个长期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短期内影响着地球的自转速度。
这些因素就像地球内部和外部的小精灵，它们时而推一把，时而拉一把，让地球的自转速度变得阴晴不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小精灵就是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我们知道，地球并不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它有一个液态的外核以及一个固态的内核。这些内部的物质，它们在地球内部不停地流动、翻滚，就像一个巨大的洗衣机。当这些物质的分布发生变化时，就会影响地球的转动惯量，进而改变地球的自转速度。这就像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当他把手臂收紧时，转速就会加快；当他把手臂张开时，转速就会减慢。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就是这样在调整着地球的手臂，而这些调整往往是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另一个重要的小精灵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层和海洋。大气环流、洋流的变化也会对地球的自转产生影响。想象一下，当全球风向发生大规模变化，或者洋流变得异常强劲时，它们就像给地球施加了一个微小的推力或阻力，从而改变地球的转速。而这些变化往往与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这些看似与地球自转无关的现象，实际上都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一天。当大量的冰川融化，水从两极流向赤道，地球的质量分布就会发生改变。这就像花样滑冰运动员张开手臂一样，会使得地球的自转速度减慢。但有时，地球内部的某些变化又会抵消这种减速，甚至导致短期的加速。这其中的机制，科学家们仍在深入研究。那么，地球自转的这种加速和减速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呢？你可能会说，不就是几毫秒吗？谁会在乎呢？但别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依赖精确计时的世界里。GPS 导航、卫星通信、金融交易、电力系统，甚至是你手机上的时间显示，都离不开原子钟的精确同步。如果地球的自转速度和原子钟的时间出现偏差，那可就麻烦大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引入了一个叫做闰秒的概念。当原子钟的时间和地球的自转时间出现较大偏差时，我们就会在某年的6月30日或12月31日额外增加1秒，也就是所谓的闰秒。这一秒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却能让全球的计算机系统头疼不已。因为计算机系统通常是按照精确的24小时来运行的，突然多出来1秒，就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故障和错误。还记得2012年全球许多网站因为闰秒调整而宕机吗？那可真是让程序员们闻秒色变。为了避免这种数字灾难，国际社会一直在讨论如何处理闰秒问题。不过，好消息是，国际计量大会 BIPM 已经在2022年做出决定，计划在2035年之前逐步取消闰秒的引入。这意味着未来的地球将不再需要通过闰秒来追赶原子钟的时间。这对于全球的科技系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但这也从侧面说明，地球自转的不确定性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程度。取消闰秒并非意味着地球自转停止变化，而是我们选择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变化，让我们的数字世界更加稳定。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地球自转减速一天真的会达到25小时吗？答案是会的。但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这一天离我们还非常非常遥远。根据科学家的预测，如果地球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减速下去，我们大约还需要等待2亿年才能迎来25小时的一天。2亿年，那是一个我们人类文明根本无法想象的时间尺度。那时候，地球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人类文明也可能已经发展到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程度，甚至可能已经离开了地球，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但如果我们真的能活到那一天，拥有25小时的一天，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你会用这多出来的1小时做什么？是用来多睡1小时，还是多工作1小时？是用来陪伴家人，还是用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这额外的60分钟是会让我们更加从容，还是会带来新的焦虑？想象一下，如果一天真的有25小时，我们的生物钟会受到影响吗？我们是会自然的适应，还是会陷入混乱？
人类的生理节律，包括睡眠、体温、荷尔蒙分泌等，都与24小时的昼夜节律紧密相关。如果一天突然变长，我们的身体能否及时调整？动物们呢？它们的作息规律会改变吗？候鸟的迁徙、植物的生长，这些都与地球的自转息息相关。如果地球的自转速度发生显著变化，整个生态系统都可能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一些物种的灭绝。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不仅仅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它还反映了地球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月球的引力、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大气和海洋的环流、冰川的融化，这些看似独立的现象，实际上都紧密相连，共同塑造着我们这颗蓝色星球的命运。我们对地球自转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精确计时，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地球这个复杂的系统，理解我们自身与宇宙的关系。每一次地球自转的微小变化，都是大自然在向我们低语，诉说着它古老而深邃的秘密。所以，朋友们，下次当你抱怨时间不够用的时候，不妨抬头看看月亮，想想它正在悄悄地偷走我们的时间。再想想地球内部那些看不见的小精灵，他们正在努力地调整着我们的一天。地球的自转是一个充满奥秘的宇宙舞蹈，它在告诉我们，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奇迹和未知。而我们作为这颗星球上的居民，能够有机会去探索和理解这些奥秘，本身就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最后问问大家，你对地球自转的未来有什么看法？你觉得25小时的一天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给你额外的1小时，你会怎么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探讨。别忘了按赞、订阅、关注哦！下期我们继续探索宇宙的奥秘。